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结婚8年多了，我觉得他很没有上进心，他太没有追求了，不像我，对什么都很有冲劲和干劲。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这么多年来，这个家都是我在撑着，他还不体谅我，不懂我的付出，还一直在那里抱怨我到底是不是嫁错了人？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刘先生32岁，来自广东职员；女嘉宾陈女士31岁，来自广东，驻唱歌手。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是几年了？8年。今天为何而来？他跟我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是没有事业心，没有追求，然后我就是事业为重的。他恋爱的时候就骗我说上班，然后其实他每天都在家里玩，他就是好奇怪的，他就觉得工作是不重要的，他就一直处于一个无所事事的状态。我们刚刚婚后的时候，我也有工作，是小孩子出生了，然后你觉得我赚的钱比较少，钱越少回来你也不放心，所以我就说了，那我就在家里带娃嘛，是你自己提议的嘛。这是我提议的，但是我没想到你带娃。我每次出差回来，我就看到我孩子在玩 iPad， 你在玩手机。是刚巧你碰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情景而已啊。但是平常的话，每天早上我喂他吃早餐啊，带他出去散步啊，下午带他去游泳啊，晚上刚好累了玩一会 iPad， 然后就睡觉，是刚刚好啊。那我那么辛苦工作，你还要怀疑我、质疑我？那是小孩子1岁的时候好不好？那是因为就是你平常都是晚上11点到的，为什么那天就那么奇怪？你3点就要去坐高铁呢？然后我是看你朋友发的朋友圈，我才知道你是去吃饭。我还微信问你是不是到了，你说已经到了，还说在躺着休息呢。我只是在工作之前我去跟朋友吃个饭，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我都问你几次了，你还这样子说？因为我说跟我朋友出去吃饭的话，你肯定就会说，为什么你要出去吃饭呢？为什么不在家带孩子呢？那第2天早上呢？第2天早上回来，我问你拿手机看一下，为什么你就不肯呢？那为什么要看我手机呢？那为什么不可以看呢？你那个态度是太差了，我不想给你看。我的态度差，我的态度怎么差呢？你一回来就抢我手机的样子，那孩子都在旁边，都大哭大闹了，你还要继续抢，继续抢。是你的问题好不好？不是你的反应过激，他会哭吗？小孩子哭，然后你还要叫你爸妈过来，你这样子不是搞笑吗？那我的委屈我能跟谁说啊？你也不理解我。你叫你爸妈过来，然后还要在他们面前说要离婚，你觉得这样子好吗？那我真的受不了，我才生完孩子3个月，我就要出来工作，没有女人这样子的吧？我这么辛苦了都已经，你还要这里不信任我？那是因为你那时候说了，你的工资比我高，如果不是我也不会这样。不说了。后来那件事怎么处理的？结果是什么？后来就是他爸妈跟我说，小孩子都那么大了，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小事而吵啊。然后我就不了了之喽。那你后来还是不工作呀？我不工作，那上1年呢？你跟朋友出去酒吧那里玩，你又说去工作呢？那是因为如果我跟你说我要去酒吧玩，你肯定不给啊。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好大，我也不能跟你说，只能跟朋友啊。那如果不是我看我朋友发的朋友圈看到你的话，你都不打算跟我说真话的啦。哎，你朋友发朋友圈怎么会有你媳妇儿呢？因为他也在那里玩嘛，然后他不小心就拍到他嘛。啊，我问一下吧，这个普通话表达你们确实比较费劲啊，但是我们大概听明白了。结婚8年聚少离多，是还是不是？是的。经常要出去。你是歌手是吧？我经常出去。要经常出去演出是吗？对。大概1个月你在家里待几天啊？10天左右吧。第一，聚少离多，你们是承认的对吧？对的。第二，这个家庭其实挺有意思的，这好像就是一个全职的妻子在抱怨自己在外面工作的丈夫，你为什么对于家里的关心很少？
难道你不知道我带娃是很辛苦的吗？是这意思吧？但是对啊现在是不是？是我工作，他带娃。我说的是，这就好像，这不颠倒过来，不就是一个全职老公吗？这话我说的有问题吗？没问题。然后那个老公或者那个在外面挣钱的那个老婆就说了：“你不知道我在外面挣钱很辛苦啊，你在家里怎么带的孩子啊？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我出去放松一下，你怎么还唧唧歪歪？我描述的有问题吗？”没问题。但是我也有付出我的时间啊。我没说你没付出啊，你在那儿较什么劲啊？真是家里待久了，那思维都愚钝在那儿了。对啊。我刚才可是都在帮你说话的。对的。那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可以在家里做全职奶爸，那也是我的追求，我觉得特别好。这里面就是个平衡问题啊，符合你们没错心态对吧？所以在家里面那个肯定就抱怨嘛，难道我没有付出吗？对吧？只是你没有看见嘛。我真的不觉得他有付出啊。我没有付出吗？我付出了我的时间跟精力啊。就像我以前我有我的朋友，就是出去吃一下宵夜啊，打一下篮球啊，但是我都牺牲了，都是用来带小孩了。然后你回来还要说我工作很辛苦，我也没有时空带，那我工作是很辛苦啊，你又不用工作，你还在那里说辛苦。像不像？像极了啊！就是只是性别倒错了而已。那我问一句啊，他去工作，你能带孩子吗？我也可以啊，他没这个机会给我尝试啊。哦，是你自己觉得房子重要好不好？我都没有说过一定要买房子，你还要怪谁？等，怎么又扯到房子了？主要是他就是那么辛苦的赚钱，他就是为了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嘛。然后我是觉得房子真的是没有那么必要咯。那你们现在住在哪里嘞？我们住的是自建房啊。哦，有房子住的嘞。对。所以不需要再买房子的嘞。但我是不喜欢住自建房的啊。所以你们是有地方住的，实际。住在他爸妈家了。自建房有多大的嘞？几层楼？7层。所以你不工作，其实可以是吃租的喽。对的，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工作啊？一定他觉得他赚的钱啊比较多啊，他就这样子有理咯。哦，那你也不能啃老啊。我这个不是啃老啊，是我们2个带小孩的分期好不好？我是觉得我陪伴小孩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啊。听懂了，到此刻才听懂了。男生认为女生拼命工作是因为他自己想完成他自己的一个愿望。其实，在男生的心里，觉得我们俩工不工作这件事儿并不重要。因为即使不工作，我们依然是有的住，有的吃。男生认为带孩子或者陪伴孩子的成长是他这个人生阶段更重要的事情。对啊。而女生有自己的想法，对吧？对啊。这个辛苦这么多年，房子买了吗？没有啊，因为没人支持啊，我压力很大，然后盲目投资了，然后亏了呀。只亏了你自己挣的钱，还是亏了其他的钱？还拿了他爸妈的钱。主要是他把他辛辛苦苦的赚钱也投进去了，然后把他赚到的车啊，也是抵押进去了，他也没有跟我说。那我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家，那也是为了这个家啊。对，没错没错。过去我们都是冲这边问的，对吧？现在这么问你啊，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为了这个家。这个人在家里影响你们孩子长大了吗？他影响我的心情。我现在说的是孩子，你跟我聊心情，这事儿咱怎么聊啊？我已经很伤心了，他也不安慰我。等一下，核心是，如果你挣钱是为了这个家的话，为什么你花钱去投资的时候，你没有跟你家里的人商量过？有跟他说的，他说你没说过呀。他只是不知道具体而已。这个跟我们看到那些男人像不像？我在外面挣钱。你在家里带孩子，你带孩子值几个钱？我在外面挣钱是为了这个家好，我想怎么花这个钱就怎么花这个钱。差不多了，就这意思，对不对？差不多。是不是？这是他就心里这样，是不是委屈？委屈啊！我也委屈啊！我为什么我一个女的我也不想工作啊？所以你看，你心态上面是一个要独立的一个女生。对吧？心态是啊，心态是。但现实打败了。是现实击败了你，还是他击败了？他击败我了。我把他的话也翻译出来，我不需要这个样子的啦，家里没有7层楼的啦，房租可以呲一呲的啦，年轻人嘛，我们不需要再那么努力啦，这个阶段养一养娃嘛，有好的工作机会工作啦，没有好的机会就收一点租子啦，是不是这意思？我是觉得陪伴小孩子重要一点嘛，他是
从恋爱到结婚，他是自以为是的，他自己觉得要去做的，所以核心问题就来他就不听的。了，那你们俩怎么过了这8年呢？这冲突也太大了。就是有问题的话，为了孩子啊他就出差咯。所以下面我要问你，你是不是其实还挺爱他的？还可以吧？你有跟他提过分开吗？我没有啊，都是他说的啊。就是我是想我小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这样子啊。好像哈，好像哈。今天来干嘛？今天来就想他上进一点，有点责任心啊。不是他的没有责任心是体现在哪些地方？就现在不工作，不工作算是一个了对啊第二，就啃老啊，就不喜欢这样子的。不喜欢为什么嫁给他呢？别哄带骗的呀，骗了多久啊？骗了好多年了。你们认识多少年结的婚？我们是谈恋爱谈了7年，结婚结了8年，一共15年。所以你说你谈恋爱谈了7年，你说他骗的你，我咋就不信呢？像你这智商怎么会被人骗了7年呢？我也搞不懂啊，搞得懂我就不用上来了。现在父母还能帮你们吗？可以啊，但是就是因为他投资了嘛，亏了本，然后就是要周转嘛，我就问我爸妈拿了一笔钱给他，然后他就说还会给我爸妈的。过了差不多3个月，我爸不巧也是要进医院做手术嘛，然后我就问他拿回那笔钱，他就说那笔钱亏了，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亏了，他也不肯说。那亏了就亏了，我也没办法呀。你借的钱是不是要还给人家？你还不了，是不是要说对不起，或者道个歉？那你是我老公，你就不能去啊？道歉吗？你就不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吗？但是问题上，这笔钱是我以你的名义去借的，但是你是把我也出卖了，好不好？听明白了，男生家里面并不较劲那个钱，较劲的是这个儿媳的态度。你借钱了，钱没了，你好歹出面说个对不起，我考虑不周，这个钱我一时还不上。但是你没说，是还是不是？是没说，为啥不说呢？因为没脸了，这已经没脸面对了，还怎么说？那他是他儿子，他说所以你不就好了吗的所有标准都是对你有利。下面问几个问题了啊。如果他现在跟你提出离婚，你离吗？离，确定吗？确定。第二个问题，是问你的，如果没有孩子，以他现在这个表现，你跟他离婚吗？我不会啊。所以你是喜欢他的？对啊。你是离不开他的，是吧？如果我不喜欢他的话，我也不会从拍拖到结婚都15年了，我都不会做那么傻的事吧？很专情啊。第三个问题，你觉得嫁亏了吗？亏了。亏在哪儿？所以说一下你对婚姻的憧憬吧，在你曾经的想象里，最理想的婚姻方式是什么样的？先生在外面工作是吧？然后先生能挣很多钱是吧？有自己的房子对吧？你的日子应该是跟姐妹的下午茶，是吧？没想到婚后你的日子变成了你要去玩命的工作，对吧？先生在家里带孩子，这不是你想要的家庭模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OK， 好。我也觉得很委屈。那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就为了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你每个月、每周还回家2天，到底是为了维系婚姻呢，还是因为想孩子呀？想孩子。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你是不是家都不回了？接下来有2个事就变得非常的重点。第一件事情是你们刚有孩子的时候，实际这么算下来，应该是在你们俩谈了7年恋爱，再加上有孩子结婚，这大概应该是8、9年的时间，对吧？曾经出现过一次先生对你的怀疑，后来是你到了酒吧里面，你说去跟闺蜜玩耍嘛，对吧？就是在你们整个的交往过程当中是有2次，对吗？在这个过程里有其他的男生向你表示过我很喜欢你吗？没有。确定吗？非常确定的。好。所以你今天来你要干嘛？是劝他不要再工作了，回归家庭，还是说你还得出去工作？我们这个家还需要你工作，还是说我们这个家庭要做一个调整？调整的方案和方向是什么？来，先生，我的希望就是脚踏实地的去赚钱嘛，不要去做一些盲目的投资嘛，不要去追求所谓的一昧的去买房子嘛，自己的能力所及的事情嘛。怎么做呢？我就是想着，我现在也有工作啊，我也不是没有工作，只不过工资低一点。
他现在就这2年工作的，做什么？打个工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了解。为什么你不了解呢？不想去了解。所以他压根儿也不爱这个男人嘛。那你结婚干嘛呀？为了孩子啊。我觉得呢，好搞笑，你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呢？那也不是你骗的。其实你们小时候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可能是我自己觉得，我就是看我爸妈就是一直做生意，他们也是挺累的嘛。他们给我的观念都是人就要自由自在的嘛，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为了钱而活嘛，我就想自由自在的，就是。所以现在就是30多岁了，孩子也那么大了，也有老婆了，结婚也有这么多年了，你觉得钱重要吗？我觉得不重要。没有钱怎么活呢？你老婆的心里面就一定会问这句话。他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爸妈都帮我想好了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还要去想呢？那都是你爸妈想的，你自己有想过吗？但是我的生活质量没有降低啊。你觉得没有降低而已。我就不明白，一结婚你一定要买一套自己属于的房子。他要买，他不是为了要买房子，他是要过一个独立的人的生活。房子在他的心里面，是你切割跟你父母的关系，成为一个独立人的一个标准。我猜的对吗？嗯。所以那个房子在他的心目当中，不是大还是小，而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独立出来。想调整呢，还是想就此别过呀？说实话，咱今天不置气。那孩子都这么大了，离婚也不行啊。但是我又过不下去了。这个其实最难受，觉得婚姻已死，但是又离不掉。您是儿子还是闺女？哎，闺女。怎么给她规划的？我的规划是让她自由的成长嘛。然后呢？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嘛。我就不想她为了。然后呢？然后就是陪着我们可以到处去旅游啊之类的那些咯。哪来的钱去旅游呢？因为我们自建房嘛，然后我们有房租嘛，然后我爸妈他们存够了他们的养老金之后，就到我了嘛，然后我就可以给我女儿用啊，我就可以全部，她就没有压力了，她就不用给这个社会。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租你的房子呢？我也没有想过如果的他。如果有一天这房子突然倒了，要重盖呢？那应该也不会了嘛。怎么不会啊？人生变化很多呀。我现在也有打工啊，但是我就不想我女儿那么辛苦啊。听懂了，听懂了。你是不是也心里也挺痛苦的？觉得他不理解你？对啊。你心里就更痛苦，是吧？看不到希望吗？没希望。来吧，各位老师，就是这么一段婚姻，你们觉得他们应该怎么调整？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听到几个词啊，就非常的绝对化。没有付出，没有一点付出吗？带娃了呀，是不是？只是多与少，但不能说没有付出。没有责任心。他说了，我让孩子快乐，这也是一种对孩子的责任心，不能说没有。然后骗，其实你自己到最后也知道，不能叫做骗，只是你觉得那种状态你不能接受。我懂你的伤心，但是不要用你的语言把一个男人全盘否定。你口口声说他没责任心，那你对家庭的责任心，你说你赚来的钱在哪儿呢？房子也没买到，你的钱亏掉了，你借的钱最后也亏掉了。从结果上来看，你真的对这个家庭没有太多贡献的。人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也想好好过日子，你也想好好过日子，但是从结果上来看，你还真不能说他一无是处哎，因为你们是一个家庭。从家庭角度讲的话，目前来看，我觉得男方对家庭做出贡献更大，而不是你。所以至少在语言上，不要去否定他现在这些价值，包括他的一些对家庭的贡献。男方呢，在所有的物种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雄强雌弱。如果是女人强了，往往有2个原因。第一，男方太佛系，所以他必须要逼着自己多赚一点。刚才赵成老师也说了，那个房子它能是万无一失的吗？它还有年限呢，还有自然灾害很多的风险，他考虑的比你考虑的多。
所以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她希望通过自立的方式来去对冲那一部分风险。所以你太弱了，她逼着她强。第二，女方缺乏安全感，这2点基本上她都占了。所以呢，从某种角度讲，你不仅仅要考虑你的感受、你的活法，因为你们现在是一个家庭了。他不关心你，你也不用管他，按照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那说白了，这段感情是走不远的。所以从本质角度讲，男方呢，你要考虑一些风险，给女人一些安全感，然后至少你们不要在初心上去否定对方。他是想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你是想要一个独立的状态，不要在这个上否定。结果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女方呢，你也要知道，男方查上你的岗，让他有点危机感，不是一件好事吗？对吧？就不要去抱怨了，连这个都抱怨，那他一点危机感都没有了。他也只有在这方面对你有点这个危机感了。哎呀，外边是不是喝个酒？你是不是要跑了？所以可以给他制造一点危机感，不要一个人去扛。甚至有的时候你稍稍的再慢一点节奏，问老公咋办呢？把问题摆给他，而不是你冲在前面。基本上是这个方向吧。但是你们能做多少，那完全真的靠你们了。脚踏实地，干一点对家庭有利的事儿，而不是我行我素，我想怎么做的事儿，日子才能像是一个家，是一个整体。谢谢。连自己老公做什么工作都懒得关心，甚至懒得问。甭管说形式上还是态度上还是精神上，任何一个方向，你们2个人现在跟离婚的夫妻有区别吗？离不离的就是那张证的事儿吗？接下来说女生出去工作是被男生的软弱逼的，我并不觉得她是被逼的出去工作的，因为你享受你的工作呀。我现在让你放弃工作，你放弃吗？你现在就是找了一个身价很高，比你老公要高很多的一个男人，让你放弃你的工作，你放弃吗？放弃啊。那请问你工作的时候不是在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吗？你只是因为需要挣这份钱才去工作的吗？那如果老公不用我挣的话，我就会放弃。请问你挣钱是老公让你去挣你就挣吗？也不是了。你是自我驱动的呀。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难道没有实现个人的价值吗？有。所以呀，就是你不要打着我因为我的男人不挣钱，所以我被迫出来工作这样的心态。那你出去工作应该选挣钱最多的那份工作，而不是去唱歌。我坐在这里工作，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我需要挣钱来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所以我不会有高高在上的那种心态，我不会觉得，你看我一个女人，我都出来工作了，怎么了？你难道没有享受你工作的快乐吗？你不用管家里那些琐碎的事儿，你不在家，你不知道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些事儿，你难道不轻松吗？我经常说，我出来工作就是给自己放假的。因为你经历过家庭的那些琐事之后，你就知道在这一个家里面掌管这家的所有的事物有多辛苦，有多累。接下来还有一点，你说被骗了7年，就是你太不真诚了。如果真的一个人能被骗7年，那不是骗子厉害，那是被骗那个人他心甘情愿被骗。你们2个人经营的这份家庭，你们看不见对方的付出，就把自己所有的累和自己所有的苦全部甩锅在对方身上，那这日子当然过不下去了。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你是还没打算好离婚之后怎么办，或者我说的更直接一点，没有找到接盘的这个人，但凡找到了，分分钟就走了，就这样。姑娘，我一直在体会你的感受，告诉我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还是孩子的问题吧。千万不要把孩子作为自己的挡象牌。你这么关注孩子，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回来多陪陪孩子呢？那要工作呀。所有工作的人都不能顾及孩子是吗？你老公在替你，在承担母亲的那份爱。你要真是为孩子，你应该感谢老公。他为你
多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姑娘，我觉得你特别傻。哎，你能说出他的优点吗？他有什么优点啊？我现在没发现。对，你当然发现不了了。我发现了几点。当他要查你手机的时候，其实这之前已经是有很长时间的怀疑和不安了，是还是不是？有点吧。好的，你没有让他查，对吗？你自己最清楚，你为什么不想让他看？为什么最后他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没有追究到底呢？都是对你的尊重和爱啊。还有，他现在工作了，对吧？他为什么去工作呀？以他的个性，他可以不需要工作的呀。为什么？因为你要求嘛。他在改变，但是你压根儿不关注，因为你不想看到。你热爱你的事业的，对吗？他实际也是在成就你的，只是他的价值呢，他的成长呢，他的追求呢，你没有顾及到。多回来，然后你再体会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你爱。我觉得他是有优点的，千万别做傻的决定，好不好？他是爱你的，就这样。说你没有责任心，绝对冤枉你，你是有责任心的。你对家庭有责任心，你对孩子有责任心，你唯一没有责任心是对自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句台词，叶问自己说的。叶问说，如果人生有4季的话，40岁之前我的人生是春天。为什么？他不用工作。佛山一整条街是叶家的，他就是说吃租子的。叶问就吃租子的。到了40岁，他们家被轰炸的平平的。所以啊，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不用想别的，你就想叶问就行了。跟你一样，都来自于广东，人家家里比你有钱。所以如果那幢楼塌了该怎么办？你没想过。至于姑娘，我跟你就讲一件事，他没有骗你，是你自己骗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骗自己。你的所有的一切，你认为骗的东西是什么？是你的审美发生了变化。你现在就在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里面，然后你会发现，你说我为了孩子，所以我不离婚，但恰恰你弄错了，因为你不离婚，所以你见孩子越见越少，因为你不想回家，你哪有那么忙？我的意思是什么？你还不如离了算了。离完之后，每周孩子去你那住2天，扎扎实实的陪孩子，每周就陪2天，你就不用再见到他。你谈你的恋爱，你去找你跟你审美契合的那些男人就可以。最后，我想说，就家庭啊，有各种各样的形制。有抱团式的家庭，2个人抱成一团，我们努力朝一个方向拼，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有分工式的家庭，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但是呢，我们承认对方为家庭的付出，同时也有对抗式的家庭，就是你们现在这种，我看你不顺眼，我也不了解你，与其对抗，还不如分开之后各自好好的拿出120%的爱去对待孩子，这对孩子才是公平。就这样，这俩一个叫真懒惰，一个叫假勤快。看着是在外面好像奋斗啊，做女强人啊，为家庭拼搏，结果啥都没有。这是真懒惰，从个人来说真懒惰，但是有一点挺让人佩服的，一个男人自己带啊，老婆3个月就出去工作了，从3个月开始带一孩子，带到7、8岁，这太厉害了。因此你说，如果我们以这些来衡量的话，用你的标准来衡量，你觉得你们俩谁爱谁多一点？都已经是亲情了，爱我也不知道了。他爱你多吗？应该爱吧。他爱你比你爱他多，所以你说多痛苦。人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可能别人已经可以给你买单了，但是生活一定是你自己。4位老师明里暗里只给了一个方向，好像我看就是你们这婚姻已死，要不要挽救你们自己看。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路。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进步比较慢，然后你是一个比较上进的人吧。这几年可能你的上进就变成一个激进，
可能你的做事风格都变成一些冒进了，所以我也很不了解，可能因为我的世界也只有我女儿，也少关心你这样子吧。我就觉得，如果你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我真的好辛苦好累了，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活得好累哦。我也想你改变一下，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知道我的性格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只是我自己也懒得去改变。但是我也想你改变一下，不要什么事情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不要那么冒进啊，可不可以脚踏实地一点呢？说了半天，最后还没听明白。想过下去就是彼此尊重，看到对方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各自妥协嘛。谢谢两位，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哎呀，这个题太有代表性了啊！于老师看好吗？不看好，他们也分不开。最后得散，但今天在这儿不一定散得了。他如果真能体会到要去和他去互动、去交换价值的话，有希望。我倒觉得今天女的不一定会出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我就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啊，至少有这么一个态度，就是我们非常明确，我们离开了，我们如果还能够给这孩子120%的爱，总比我们俩戴着各自的假面去演戏。因为成年人都拧巴的话，孩子怎么可能健康的成长？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为什么我结婚后他一点尊重都不给我了？我真的不能理解。那生活明明是2个人的事情，但他总是背着我做决定，好像我就是个外人。我希望他能够摆正自己作为儿媳妇的位置，对待家里人不要总是摆着一副冷脸，而且也不要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我大吵大闹。他就不能改他这种强势的性格吗？而且我觉得他在很多事情上特别不能理解我，总是试图控制我的人际交往。我今天就想知道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个什么位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赵先生33岁，来自内蒙古私企员工；严女士30岁，来自内蒙古私企员工。欢迎两位啊！咋了？就是因为我跟他结婚2年多了，我就觉得我特别憋屈，特别委屈。我要想，就如果说以后这样的话，我就2年前我就不应该跟他结婚，惯了他那些个毛病。你还觉得憋屈啊？我还觉得憋屈呢。结婚2年多了，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过得像样吗？你作为一个儿媳妇，一个孩子的母亲，你觉得你做的对吗？你还反过来上这挑我？你要是觉得憋屈的话，咱俩今天好好掰扯掰扯，看咱俩到底谁真憋屈，谁是假憋屈。行，好。我们听，就是首先啊，我俩刚结婚的时候嘛，要商量着买房，因为我们都是乡下的，然后在那个街里上班，必须得买房。我当时相中了一个学区房嘛，我就跟他说，然后当时他也没说不喜欢。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房子已经买完了。当时我就挺生气的嘛，但是那会儿他手续都办完了，你退钱也退不了。我妈妈还有我家里亲戚就劝我说，哎呀，你都马上结婚了，我俩谈了7年多的嘛。说你不能说因为一个房子的事就分开吧，所以说就这个哑巴亏我就吃下了。这怎么叫哑巴亏呢？钱是你的钱，不是我的钱，但是他没买到我想要的呀。刚我就是给自己做完心理建设，我说买了就买了吧，结果人家装修也没告诉我，地板砖我公公婆婆选的，就是那大花。我觉得挺好啊，并且你选的这个房子吧，谁的钱？我的钱。你选的这个房子吧，还偏远，我们不考虑，而且是个顶楼。我们不考虑具体细节了，反正就知道买房装修是有冲突的。那会儿是打算结婚还没结婚，是吧？对。所以从法律意义上面来说，那个房子是属于人家的房子，那人家想怎么样，人就可以怎么样，好吧？他只是交了一个首付呀。听明白？所以你也委屈嘛？你委屈是你花了钱，你为啥不按我的心意花？
男生的委屈是说，我花了钱，花我自己的钱，或者花我和我父母的钱，为什么不能按照花钱人的心思花？是这意思吧？对。然后吧，因为当时买房子之前，这不有贷款嘛，我公公婆婆就自己主动找到我说那个结婚以后，这个房贷我替你还。结果婚后一次也不给还。然后有一次我就说，我说那个妈，你说你之前不说给我还房贷吗？然后我婆婆就说，我可没说这话。你平时是怎么对我妈的？我妈在这看孩子，你整天的跟我吵架，跟我说离婚。那是因为我跟你之间的，对吧？那跟他有啥关系啊？他妈也是，我俩只要一吵架，他妈就在旁边帮腔，说我啊，你就这个泼妇，这个那的。所以现在我能理解，结婚2年半，管自己的婆婆叫他妈，而不是妈，那我也不能给你还这房贷啊。对，他一直他妈，没有叫过咱妈。以上观点代表的是你老公和他的父母。不代表我本人的真实观点，所以你憋屈啊！你为什么不实现你婚前你们对我的承诺，对不对？对呀。你看你一家骗子呗。我这也不算是。这不代表我的观点，仅代表你老婆的观点。不是，再说这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住，对吧？你看，我知道。来翻篇，房子过，还有别的事儿吗？那就说看孩子这件事吧。有一次下班，这个家里孩子在那哇哭，也不管不顾的就直接进屋了。你做到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了吗？因为我家孩子啊，就只要见到我就是哭，就别人哄他还好一点。我当时正好。那是因为啥？那是因为你平时抱的少。抱的少，他为啥找我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啊？我当时是咋说的？当时我先下班，正好有个会要开，我就跟婆婆说，我说妈，你先看一会儿。结果我刚进屋，然后他就下班回来了，看见了之后，这就跟我来了。你有什么会？你这就是躲心境。我躲什么心境？你看他就不相信我。孩子的事儿咱过，不讨论了。谁家里都有点这个破事儿，孩子小的时候，过。还有什么？他就一直说我不尊重他妈，也不尊重他家亲戚啥的。对呀，就是有一次家里来了一帮亲戚，连话也不说，招呼也不打，直接往屋一坐。不是你说的那天啊，我认识的我是不是都已经打招呼了？那些亲戚我都不知道叫啥，而且大家都里里外外那么忙，哪有时间跟我说话呀？那就不说了呗。那值得说天天就是磨叽这点事儿吗？平时都给你介绍过，你怎么不认识呢？我就记不住。他是觉得你给他丢面子，都能理解吗？家里面不就这些小事儿吗？还有啥？因为结婚以后嘛，我是有点病查出来之后嘛，从那以后啊。他就成天的可多人面前就公然讨论我这个病，所以说现在以至于哪个亲戚朋友见到我就问我这个病的事，让我特别难堪。你自己得的什么病，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血糖高，你还管不住嘴，一天也不控制。哦，血糖高啊，我以为啥病呢？嗨，总是人前人后的说啊，就说的可难听了，说你又懒又馋，你不馋吗？你天天在我面前吃，我管你是为你好。你看，他就总这么说。哦，这个憋屈我听明白了，明明知道我血糖高要控食，你还在那儿死吃，是这意思吧？是。死吃就算了，你还不让我吃，是吧？对，他可馋了。哦，这是争嘴，两个人都挺馋的，这听懂了。还有啥？啊？你看他刚才说那什么啊，我都是为你好，天天就是这句话呀，就是以为我好的名义，实际上就是想控制我，然后那个。都要谈到控制了，我就觉得他就是想控制我，然后打压我、贬低我。我之前一个同事结婚嘛，前同事结婚，然后说让我去参加婚礼去，我就跟他说了，他就不让我去，他天天掉个脸。后来人家这婚礼当天了，他就跟我说啊，那你快去吧，你别到时候说去不上是因为我不让你去，我300多公里，你让我当时去，我咋去啊？我控制你什么了？是你整天在控制我，而且那个同事是个男同事，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同事也分男女吗？我跟他一起工作了，但是我觉得关系也没有达到那么好，并且我想跟你一起休假，咱们一起看孩子。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错，你不去能咋的？关键还是个男同事，哎，这个心里当然是不舒服的啦。我当时跟他说我们俩要一起去，但是他不同意。就首先也没有请他，其次吧。就是那你就更有问题了呀！对呀，就他俩关系不是那么好。不的，你请我，我结了婚，这是我亲老公，我参加婚礼，我们夫妻2口子还不能一起去？不是，有一细节，为什么那个男同事跟他关系不好？啊，是别挑了，还挑呢。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吧，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同事也是我俩之前一起的同事，我们虽然在一个部门，但不是一个科室。我跟那个男生是一个科室的，所以说关系比较好，他也认识，根本不会存在说一些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那不可能。啊，行，是的。这个事情吧，我在意的不是说我到底去没去成，对吧？我就是烦他这种
啥事儿都想管着我，就想控制我这种。我是你老公，我不管你，我管谁呀？他管你吗？平时也管。你服他管吗？大多数都服。基本都不服。啥叫基本都不服？你说人生一共就那么几个大事儿，结婚生孩子啥的，哪个也没听我的。就是之前嘛，公司有一个晋升的机会，然后是他跟我商量都没商量。直接跟我们那个厂长拒绝了。我咋想的？你心里不清楚吗？我不清楚。我就想在本地工作，我离家近一点，我有毛病吗？哦，那个晋升以后要调走是吧？对，调到外地。我觉得人要在职场里是吧？你不能天天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得有点牺牲的精神，对不对？你这次你机会你抓不住了，那你下次你说想想这一年毕业多少应届生，以后还有我们的位置吗？他就是一天的非得跟我粘在一起。我就想着，如果说你到外地你成功了，我可以带着孩子去找你，这有什么不行吗？你非得在这个地方干啥呀？现在孩子小，多小用你啥了？我妈还有他妈一起给看孩子轮班，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说是因为孩子不，我就要老婆孩子热炕头，所以我不去，这也没啥错。那后来呢？他跟厂长说了，后来呢？这次机会就失去了，然后人家别人晋升上去了。你们俩没为这个事儿冲突啊？有过争吵，就是在单位的时候，因为这事大吵大闹。在单位就吵啊？对，在单位宿舍抡凳的时候把我都打伤了。谁抡凳子？他在这胡说八道呢。我那不是抡凳子，我当时确实情绪比较激动，我就这样扒拉下凳子嘛。结果他就在旁边，我也没看见他就趴下了。说我给他打坏了，因为当时我都忘了我干啥了，就不起了。然后我也害怕了，我寻思我真是给他砸坏了，我这不就是吗？你那是扒了吗？我当时腿都麻了。然后当时他老不起了，然后捂着肚子可痛苦那样子，我就当时给我们厂长打电话，我说老公那啥就被砸坏了，你快过来吧。然后当时我们也就打了120了嘛，那就害怕了。你说本来也没啥经验这种，等到人家120来了，他就站起来了。他跟我说啊，我告诉你，我就吓唬你。我真的是特别无语，是吧？你有啥事你不能私下跟我说，你把人120来了，你占用公共资源，给人又赔礼又赔钱又道歉的。我觉得这件事咱俩可以换一种沟通方式，而不是说大吵大闹。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大伤？当时确实疼了一下。他抡起凳子砸的你，还是他扒了一下凳子碰到你？抡凳子砸的我。抡起来了？对。我真是不是抡。行，还有什么憋屈的？还有就是让他在公司的时候，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很没面子，闹得这个整个公司都知道了。不，这个事情是你自己作的，没面子也是你自己作。你要不装病不装起不来，那能让别人都知道吗？就是在宿舍里，就是人脑打成狗脑子，也没有人说知道咋地，这都是你自己作的。人脑打成狗脑子，没别的了，掰扯完了。还有一件事儿。还有呢？因为我当时有个发小嘛，他也认识，他当时确实手里缺点钱，我当时手里也没有钱，但是我找了我一个同事借了，给他倒了几万块钱。这不让他发现了吗？结果只要是我们家现在一说到有关于钱的事儿，他就里里外外总拿这个事儿来堵我嘴。本来我俩的日子也不是特别好，就整的就是也没告诉我，让我俩这日子你说咋过吧？那有啥不能过呀？就那几万块钱，人到时间就还了。还了吗？因为现在还没到1年时间呢，还没还呢。当时说的1年还。我估计你心里会觉得他没尊重你，是吧？对。哎，那我现在问你个问题，你现在知道不被人尊重是啥滋味了吧？我这几年是咋过来的？你有一件事尊重过我吗？那我也让你尝尝这种滋味。再说了，我就今天跟你明说，就如果说日子就这么下去，然后你干啥也不问我，怎么地，把我当外人，以后咱俩也就过不下去了。你觉得你委屈？他要满足你什么条件，你才继续跟他过？必须把房子事儿给我解决了。房子事儿咋解决？因为其实咋回事，我自己也憋气，是因为现在那个我之前看这房子涨价了，我们现在买不起了，而且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临近个大广场夜市，只要天气稍微好点，从下午3点能唱到晚上11点。今天来的目的是干啥？就是掰扯一下就回去好好过日子呢，还是怎么着？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他，就是一段婚姻中，就是咱俩现在的位置，就是我觉得他把我排在可后边了，他家亲戚也比我重要。我觉得就是我想问问你，在你心里我那个位置占第几？还有就是说以后能不能就是说给我些尊重，啥事儿必须在我同意了之后咱俩才可以做。还有就是说给我留点空间，别一天天24小时追着我，我都快烦死了。请你尊重我，是吧？对。请你给我空间，是吧？请你把我排在重要的位置上。
3个要求，您呢？我跟你回应一下，在我心里的位置肯定是第一的。哎呀妈呀，你要这种第一，但是我希望你改一改你这个坏脾气，包括你这个任性。好，回应第2个问题，你能尊重我吗？对，第2个问题就是希望你能尊重我，第3个问题就希望你尊老爱幼，对我母亲好一点。他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你看他是哪种性格？就是蔫巴萝卜滋了心那种人。他实际上其实可膈应人了。喜欢他？喜欢。还是爱？爱。看他烦不烦？烦。这麻烦，一个说爱，一个说烦，还继续过不？不提任何条件的继续过，就这样也得跟他一辈子。对。你就这样，我也还一辈子了，不改就得分手是吧？就得分开是吧？对。这就看出态度了，在家里面到底谁强势谁是弱势的呀？要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凡是来到这个场的都说自己委屈，不值钱。委屈是自己无能的表现。刚才从这儿看男方，哎呀，那一脸的凶相。在家一直这么厉害吗？其实挺温柔的。就是这种有啥事就挂脸，对，让人看着特别不舒服。是的，表面上看很凶，实际上是个小男人，小心眼，动不动就挂脸了。你挺粘人的，那你既然粘着他，那你干嘛不对他好点呢？你口口声声说我都是为了你好，但是你的表情对人不好，包括有时候你那个立场也没有让对方感觉到好。所以有的时候吧，说什么话和用什么口气说很重要。你们俩都在专注改变对方，你希望他改，他希望你改，他很多事情的确没有商量。你现在开始变得，我也让你尝尝不尊重我的滋味，是吧？开始报复了，报复能得到什么呢？只能让你们心理裂痕更大。用抱怨的方式是不可能让你们统一和谐的。我们不要总去向外求，总指责对方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你两个人的问题都很大，在哪儿呢？没有商，没有量，总想去控制对方，总想去改变对方，都任着自己的性子，不替对方考虑。你们看似是一个家庭，但是你们都站在自己角度去说话，按照自己的性情去做事儿，所以两个人就受伤了。所以我提醒啊，两个人以后说话小声说，有话好好说，慢慢说，然后呢，最好是站在对方角度来去说，你们的日子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好吧？哎，姑娘，你不觉得自己特拧巴吗？就是你又要这男人把你排在第一位，你又不让他24小时黏着你，就你这要求特难达到。就我想黏着你，我想跟你天天在一起，然后呢，你就不想跟我在一起，但是你还要我把你排在第一位。那排在第一位肯定是说，首先尊重我的意愿，这算是排在第一位，不是说天天在一起就。所以，那我凭啥都要听你的呢？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的要求来呢？为啥？那他结婚的时候答应我了，说我说了算。哎呦妈呀，那结婚的时候说的甜言蜜语可多了呢。那么多离婚的人呢，还百年好合呢，白头到老呢。你拿着结婚时候的那些山盟海誓来要求婚后他的行为，那不就是你自己作和闹吗？所以我觉得你首先你要把自己给理顺了，你到底要这个男人怎么样，他怎么样对你，抓重点，抓大放小。你不能对他提100个要求，100个要求都得满足你。你是为什么对这段婚姻有这么大的失望感和对这段婚姻有这么大的不满？你必须要找到这个根儿。如果你不找到这个根儿，你的日子会越过越委屈，你会觉得你自己越来越委屈。可实则我们看到的却没有那么多的委屈，都是你自己作和闹来的。你说他不愿意出去，不愿意晋升，你知道有多少的女人站在这个舞台上，是因为自己的老公要出去工作了，然后他们要变成异地夫妻而产生的危机感？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你反而鼓励他出去，没问题。
但是你鼓励他出去，不是说为了让他能越走越高，越走越好，你鼓励他出去是，哎呀，终于不用24小时黏着我了。所以姑娘，你到底为什么对这段婚姻如此不满？你找到这个症结去解开它，否则你这日子过下去，你真的挺难的。所以睁开眼睛看看婚姻的真相是什么，好好过日子，就这样。男生啊，你的母亲不兑现还房贷承诺，是因为你们俩老吵架是吧？对。那就这么老吵架，你干嘛有晋升的机会不出去拉开这个距离呢？干嘛要黏着他呢？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到时候，再加上孩子还小。不是，那你跟他在一起就不能好好说话？有时候表达确实欠缺了一点。哦，表达欠缺。你是没这个耐心吧？如果拉开距离，你去异地的话，不需要表达了，你就忙你的就行了，会不会更轻松啊？想过吗？想过，但是还是家庭这块还是怕真的离开了，可能就会真的分开了。对，是这样，对吧？所以你心里急，但是你找不到一个方法和方向。你觉得你们之间沟通是你缺乏一个有效的一个结果的，所以如果一旦分开，危机感很高。那难道不是说他越来越好，我怕失去他才对吗？不是，因为他知道啊，你看重的不仅仅是他的工作，你们之间是在很多事情达不成一致，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一定是把你排在第一位的，甚至于排在了工作的前面。这在男人当中是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的。通常男人觉得我工作好，那我就是能够感受到我的存在价值，而把妻子的感受放在后面，这是他的心。但他沟通技巧、方式、方法可能是不对的，他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差，这一点你要往上带他。如果你想让这段婚姻做出改变，你其实试图去想的，晋升啊，我甚至你工作好，我可以带着孩子去找你啊。这都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比他会更进一步，但是得付诸于行动。而这个行动未必是让他出去工作，而是在你们24小时在一起的时候，如何你能引领，让这个矛盾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而不是激化。真正的高位是什么？真正的高位是要先跟他共情，你要知道他到底心里想表达什么，然后倾听，让他说出来，然后引导。你多做一些引导的工作，他呢多听一听你的话，我觉得这事儿能解决，感情呢能往前更进一步。你要不换个工作吧？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你知道为什么？相看两厌，待一起时间太长，他就是这样。你和你爹妈如果24小时长期待在一起，你们也吵架。他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你这个当时要走了，可能现在你们就没这出了。第二个。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你离婚之后，你日子过得是更好还是更不好？我觉得我能过得更好。首先第一个，孩子只有你妈一个人带了，你妈吃不吃得消？第二个，钱少一半。第三个，你现在要找一个男人干点什么事儿，找一个男人帮点什么忙，身边就没有这个男人了。第四个，你得回自己爸妈家住，或者自己去找房子租房子住。所以所有的一切，你觉得会过得更好，对吗？甜蜜和幸福是比对出来的，你没有去对比一下，没有仔仔细细去想，就很简单一个道理。你跟他分居嘛，你先搬出去好了，你带着孩子过3个月再说，你觉得日子过得更好了，离婚，完了这个事情啊，你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了，嘴不要硬。你要说他有问题，谁没问题？谁的身上都有问题。你换一个男人，下一个男人，你让人把时间和钱都给你，试试看。还能找到吗？不一定啦。在这个世界上，怕什么？怕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嘛。这2个人都是沟通能力缺失嘛。这2个人在那边苦大仇深一样，孩子也有，工作也好好的，妈都能帮忙。你们对几个妈有说好话吗？所有的好事在你身上，你就要鸡蛋里面挑骨头，非要把一个好好的生活搞得个稀巴烂，你才觉得哎呀，我的人生终于圆满了，是这意思吗？所以我跟你讲，一个人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够变得好起来，他不是靠你必须做什么，我必须抱怨什么，
到最后都是自我描述，我们的生活都是靠自我描述的。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婆婆，我有最愿意陪我的老公。你看我们家的经济大权都是我一人独掌，我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请问，如此描述之下，你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吗？还有什么不满吗？但如果你说我婆婆都不好，你婆婆一边帮你苦心孤诣带着孩子，你一边说你不好，她心里怎么想？你委屈啊！我跟你讲，他妈和你妈是你们家最委屈的2个人。老师，其实我对我婆婆吧也没什么不满意。你站在台上全是说的不满意，我一句好话都没听到。你今天哪怕在舞台上夸了个3句5句，你婆婆在电视上看到了，是不是也得跟人家说？你看我媳妇儿多懂事儿啊！这叫什么？这叫沟通能力嘛，姑娘，就这样。更委屈了是吧？还是有一点吧。你呢？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委屈，但是没事儿找事儿，没事儿找事儿。我们都不要带感恩之心，你稍微学会一些接受和接纳，你的生活比现在要好很多。听到老婆的心声了吗？听到了。别老那么轴，赶紧走，他跑不了，别老怕他跑了，啊！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年。咱俩就是已经从谈恋爱到结婚也就9年多时间了，我觉得占据了我整个人的青春。然后就是我没想到结婚就是以后日子这么难过，就是如果说就是每天就不断的这么争吵、压抑什么的，然后带着家里人也跟着操心，我觉得咱俩就应该另做打算，然后及早抽身。我的沟通方式确实有问题，但是我可以改。我希望呢，就是你能尊重我一些，遇事可以跟我商量一下。现在问题不是说我没尊重你，是你不跟我商量。咱家看似说我好像做主，但是没有一件事是我说了算的，哪有一件事都没有。因为沟通方式，咱俩可以慢慢去改。我最后希望的就是咱俩能好好的，好好过日子。谢谢2位，请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6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于老师，你看好他们吗？这肯定是分不开的。是，我问你看好他们吗？不是特别看好。我觉得就是被惯的有恃无恐了，他觉得他所有都是应该的，反正能出来。但是女生的确恃爱而骄。对，就那句歌词嘛，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啊，是吧？哦，这是被偏爱的是吧？哎，对呀。不过今天还是双出吧。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这个结局啊，特别符合他们现实生活里的性格，谁都不让谁，都不矮人一步，我一点儿都不能矮，就是不沟通，主打一个不沟通，主打一个自我中心嘛，主打一个我是家里的太阳嘛，一个家里哪能有2个太阳啊？挺替他们着急的，看不见幸福的时候，别人是最着急的，因为你知道。其实他们现在手握的是幸福，而不是痛苦。再一次谢谢4位导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